当地时间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就多个地区热点问题阐明中方立场，就完善全球治理提出中国主张。谈及台湾问题时，王毅强调，联合国2758号决议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糊空间。他还谈及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岛的问题。王毅说，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人们对这个星球的未来更为忧虑。同时，我们又正在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今天的世界，各国安危休戚与共，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独享安全。一大批全球南方国家卓然壮大，一两个大国说了算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王毅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挑战，中国从来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参与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完善全球治理注入了中国力量。王毅还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王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75周年华诞。75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的选择始终未变，那就是集中力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同时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胸怀天下，不断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王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完善全球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将有力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王毅还就台湾问题阐述中方立场。王毅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53年前，就是在这座神圣庄严的大厅，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台湾地区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一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不存在两个中国，不存在一中一台。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糊的空间。中国必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实际上，每逢联合国大会等重要会议之时，无法进入会场参会的民进党当局便会极力刷存在感。在本次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式前一天，赖清德在纽约一个由美国国务院赞助的所谓康科迪亚峰会上，通过视频方式刷脸，妄称大陆错误诠释联大2758号决议。赖清德及民进党近年来多次释放类似谬论，其此前露脸的一个名为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平台，早在2022年8月便被中国政府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并实施制裁。2758号决议的事情啊，背后推动者呢是一个叫做这个 IPAC 的这个国际反华议员的联盟，他们开始在推各种的反华的议题的时候呢，开始共同的在推所谓的台湾问题国际化。今年7月，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针对赖清德屡屡恶意曲解联大决议，向其发出3连问。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明确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原则更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何谈错误诠释？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何谈主权地位？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必须也只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何谈国际参与？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给赖清德搭台唱戏，究竟浪费了多少纳税钱？台湾民众根本无法监督。台湾《中国时报》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参与反中取暖认青联大会，只会凸显台湾外事关系走偏锋，自我边缘化法理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不断发表台独自白，背后是美国人的煽动。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日前也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扬言，中国是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他还歪曲攻击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称其是中国的外交工具。本届联大会议期间，王毅在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就点名批评赖清德之流越来越猖獗的台独行径是当前台海局势的最大危险，并正告美方，如果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就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履行3个联合公报，停止武装台湾，公开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毅在今年5月21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发言时，也曾批评赖清德之流背叛民族和祖先的丑行令人不齿。在王毅与布林肯的会晤中，南海问题是中方关注的重点。王毅强调，中方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美方不要总是在南海兴风作浪，不要破坏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王毅外长在联大会议上谈到第2758号决议，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没有灰色地带，没有模糊空间。那这主要针对的是谁呢？主持人好，我们要知道，1971年在联合国第26届大会表决通过第2758号决议前，先高票否决了2个涉及台湾的提案，也就是所谓的2个中国代表权提案和一中一台及台湾自决提案。这意味着联合国是在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前提下，把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和席位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从未改变。王毅之所以在联大强调这个问题，就是进一步的澄清事实，给那些试图模糊台湾主权归属、干涉台湾内政的国家和政客打一记响亮的耳光。最近一段时间澳大利亚、荷兰和意大利的国会相继通过所谓的决议，否认联大2758号决议对台湾地位的定论，散布2758号决议不涉及台湾地位的谬论。中国当然要坚决的驳斥。联大会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不仅在2758号决议通过的现场，而且各国都在，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王毅的话也直接说给美国听。他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美国不能总是以2副面孔对待中国，一方面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又在怂恿支持台独势力。台湾最大的危险就是越来越猖狂的台独行径。如果美国真心维护台海和平，那么就停止武装台湾，公开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美国前助理副国务卿华自强最近在中国和美国分别接受采访时说，中美必须找到合作之道，台海冲突不是不可避免。那您怎么分析他的观点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华自强的背景，他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2021年到2023年担任美国副助理国务卿，主要负责中国事务。曾经是所谓中国屋的首任负责人，相当于对华政策研究室。我们常常看到他在任内总是首先访华，为美国内阁部长级官员访华打前站。2023年夏天离开美国国务院，担任欧亚集团中国业务总经理。这是一个政治风险咨询公司。他是比较了解中国事务的。现在的观点比他担任美国官员的时候要中肯一些、客观一些。他近日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时说，无论美中关系如何发展，2国都必须找到合作之道，关键在于双方必须有正确的认知。他在华盛顿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中美的对话渠道开放很重要，可以尽可以的减少误判。中美虽然不能总是互惠互利，但仍然有一些利益是重叠的，2国需要保持局势稳定，管控竞争。他还认为台海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赞扬中国外交官非常专业，也很自信。他现在是政治风险咨询公司的老总，需要与中美，特别是与中国方面的人士打交道，获取较为准确的信息，所以现在说话就比较温和一些，不必要得罪中方。他的观点都是大家熟知的，但是最终是把选择权交给了下一届美国政府。我不认为他讲出了什么出色的观点，或者说对美国下一届政府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些观点仔细的考究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台海冲突
不是不可避免。他的主张呢，只是要北京呢不采取军事行动，台海就可以保持和平。但是他并没有说，只要美国不支持台独，承认这个台湾呢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台海呢就能保持和平。所以啊，从根本上讲呢，他还是以美国的立场、学者的口吻来说中美关系的。咱们呢听听就好。近期，美国和菲律宾的安全官员同意将一套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无限期部署在菲律宾北部。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宣称，菲方正考虑让低风导弹系统继续部署在菲律宾北部，直到明年4月。届时，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将再次举行年度肩并肩大规模作战演习，此举引发周边国家高度警惕。当地时间28号，王毅在纽约会见韩国外长赵对烈时强调，美国在本地区部署中导，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不符合地区国家利益。同时，王毅也表示，朝鲜半岛不能生战生乱，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方将继续劝和促谈，为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发挥建设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位外长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进行的第3次会晤。据韩联社报道，中韩两国外长会晤长达45分钟，双方商定在今年11月以及明年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多边舞台上保持高层交流势头，并争取取得实质性成果。王毅表示，中方愿支持韩国办好明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赵对烈高度评价今年以来两国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并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赵对烈说，愿同中国加强经贸合作，共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韩方高度关注半岛局势，期待同中方保持战略沟通。现任的日本自民党总裁石破茂最快将于下周2接替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成为日本第102任首相。那么石破茂的内阁人选都包含哪些人？他在阁僚选择方面都有哪些考量？石破茂还在一家美国智库官网发文，宣称要增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话语权。那美国能答应吗？来看报道。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石破茂在29号的电视辩论节目中宣布，将着手调整众议院解散的日程，不排除在10月举行的可能性。解散重选呢，实际上是首相在日本呢被认为是首相的专属权利，首相呢可以在任何时候就是解散众议院进行重选。那么对于首相或者说对于执政党来说的话呢，肯定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来说是最佳的一个时刻进行这样的一次选举。虽然石破茂并未公布最终的人事名单，但据日媒披露，其内阁以及党内高层人选名单已经初步成型。据悉，前首相菅义伟或将出任自民党副总裁，由前任首相出任自民党副总裁是该党的传统。有消息人士表示，菅义伟已经同意。菅义伟虽然出任日本首相仅约1年，但他在那之前曾担任内阁官房长官长达8年，可以说是自民党内的百事通。日本共同社认为，石破茂通过启用重量级人物，可以稳定其薄弱的党内基础。现任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已经84岁高龄，显然难以胜任重要行政职位。此外，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或将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前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有可能出任财务相，前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或将担任政务调查会长。而在这次总裁选举中获得最多议会票数的前环境相、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儿子小泉进次郎，有可能出任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一般日本的这个新首相在人事任命上，在第一次的人事任命上呢，有2种方向，一种的话呢叫论功行赏，一种的话呢叫笼络对手。尤其受到日本媒体关注的是，在第1轮投票中风头压过石破茂的高市早苗。据悉，石破茂邀请他担任党内4大职务中的总务会长，但遭到高市早苗的拒绝。针对有记者问起此事，高市早苗冷冷回答称：“我就当个普通党员，支持吧。”高市早苗最后是拒绝了，甚至说要拒绝所有让他入阁的这种邀请。那么实际上他是希望跟那个石破茂来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来为他将来在这个政治上追求更多的这个自由度来做一个铺垫。据悉，现任官房长官林芳正将被留任。石破茂表示，留任林芳正可以确保岸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安保政策得以延续，而日本外相则可能由较为鹰派的岩屋义担任。现年67岁的岩屋义曾属于麻生派，在安倍晋三执政期间有出任防卫大臣的经验，但其任期不足1年。岩屋义与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关系密切，是石破茂的亲密好友。
在本届党总裁选举中，他曾担任石破茂的竞选总部长。值得注意的是，严无义还曾负责2018年底的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修改。严无义还赞成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和平条款，并且宣称赞成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为严无义实际上是他这次竞选的等于是一个操盘者，那么这个肯定要论功行赏。那么留任林芳正的这个目的肯定是为了感谢岸田文雄在第2轮之中，带领岸田派对他的一个支持。这也是一种论功行赏。石破茂的经济政策备受关注，他在当选后的演说中也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称将推动工资增长。他表示，过去20年来，日本 GDP 几乎保持不变，虽然股价有所上涨，储蓄資金增加，但实际上工人工资并未增长，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也并未被激发。物価上昇を上回る賃金上昇、このことを実現するために、新しい資本主義にさらに加速度をつけ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27号，石破茂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暗示，将沿袭岸田政府的经济刺激路线，包括保持货币宽松的大方向。但他27号的当选却导致日本金融市场震荡。当天，日经225指数期货遭遇重创，盘中一度大跌超过2000点，触发熔断机制。日元汇率也上演大逆转，对美元大幅飙升，不利于日本商品出口。对于石破茂来说的话呢，经济肯定是他最主要的一个要执政的一个努力的这个方向。那么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呢，实际上跟岸田之前提出的这个经济政策是有很多相通的这个之处。他跟安倍不同的一点是，他更注重分配。在其外交政策方面，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石破茂表示出应该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正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的想法。目的是将日美同盟关系提升至与美英同盟相当的对等同盟关系。石破茂还提出，应该让日本自卫队驻扎在美军驻扎的关岛基地。美国智库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网站27号刊登石破茂的文章，其中宣称要以创建亚洲版北约为前提，探讨向包括日本在内的成员国引入美国的核武器。石破茂在竞选时曾表示，应该建立一种机制，让日本作为盟国能够参与美国使用核武器时的决策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29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9时许，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沿着红毯拾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的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29号隆重举行，其中王永志等4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巴西前总统、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被授予友谊勋章，王小模等10人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在29号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93岁的黄宗德获颁共和国勋章。他17岁入伍，投身革命，在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中冲锋在前，屡立战功。千千万万的革命英烈，他们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今天这份崇高的荣誉，同样属于他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也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曾说，自己的一生干了3件值得欣慰的事：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送中国人进入太空，并筹建中国空间站。今年6月11号，王永志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他的使命是要实现中华民族
千年的飞天梦想，压力再大也要干呐。王永志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的第一任总设计师。1964年，他参加了中国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试验临近时，由于天热导致推进剂膨胀，人们发现导弹射程达不到预期落点，任务被迫停滞。面对棘手难题，年轻的王永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泄出600公斤燃料。最终，这个方案让导弹试验取得成功，这标志着中国洲际导弹的诞生。值得告慰王永志的是，就在4天前，据国防部消息，9月25号8点44分，人民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发射是火箭军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有效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达到了预期目的。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称，这是解放军44年来再次全射程试射洲际导弹，射程约为1.2万公里，凸显火箭军已成长为中国战略地位的战略支撑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今年友谊勋章获得者是迪尔玛·罗塞夫，她也是本次唯一一名获颁友谊勋章的人士。罗塞夫是巴西历史上第1位女总统，去年接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我友谊勋章，我深感荣幸。这枚勋章印证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坚实的友好合作纽带。中巴两国是朋友，是伙伴，在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自去年就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以来，罗塞夫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进本币结算。他多次强调，这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和应对风险的能力。罗塞夫推动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本币融资平台，目标是到2026年将以成员国本币进行融资的比例提升到30%。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4月，巴西总统卢拉访问了位于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由罗塞夫接待他的来访。que todos os países estão obrigados a fazer seu comércio lastreado no dólar. Por que nós não podemos fazer o nosso comércio lastreado na nossa moeda? 近年来，美国将美元武器化，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和全球化，这令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金融和贸易安全，还出现了去美元化的呼声。随着金砖机制朋友圈不断扩大，本币结算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美国共和党政客反华急先锋卢比奥日前不得不承认，如果其他国家减少美元使用，美国将逐步失去制裁别国的能力。他还提到，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出现各国达成绕开美元协议的消息。2017年，以5章1部为主干的中国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正式确立。5章是指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1部是指功勋部，其中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越的杰出人士。这是根据宪法法律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是国家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这也是根据宪法法律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据了解，功勋荣誉表彰奖励注重精神激励，坚持以精神奖励为主，充分发挥其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5章1部的设计充满寓意。从外观上看，共和国勋章章体采用国徽、五角星、黄河、长江、山峰、牡丹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如意、兰花等元素，象征勋章获得者为共和国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礼赞国家最高荣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寓意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友谊勋章章体采用和平鸽、地球、握手、荷花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万年青、牡丹、玉璧、兰草等元素，象征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好团结、友谊长存，祝愿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
29号下午，迈向碳中和湾区少年行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主题活动之大湾区孩子们心中的碳中和世界绘画作品交流周在深圳启幕。活动鼓励深港澳青少年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绚烂多姿的色彩，描绘绿色生态、碳中和未来等美好画面，培育湾区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自然、服务社会的家国情怀。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严世东，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强，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王同海，深圳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黄伟平，龙岗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尤宇等出席在深圳大分美术馆举行的颁奖礼。来自深港澳获奖中小学校的师生代表、线上深港澳青少年共同参与。今年的绘画作品征集活动自3月底启动以来，共收到深港澳投稿4655幅，经过专业评委的严格评选，689幅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并获奖，现场展示了其中近300幅作品。此外，还评选出优秀指导教师300名，优秀组织单位152家。第2次参加该活动的澳门学生周燕希本次荣获1等奖。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就是可以向一些弟弟妹妹们也可以宣传一些关于碳中和的我们的一些理念，呈现出一个理想的城市。首次参赛的香港学生陈科颖也通过画笔表达了自己对碳中和美好未来的期许。然后我画的这个瓶子，就是里面有一些工业的排放的一些废气，然后还有一些被砍伐的树木，然后我就希望这一种现象是被存放在就是已经被尘封的一种状态。多位与会人士鼓励青少年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并点赞深圳的环保新理念。其实我前段时间也有到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呢去就是休息啊走走。其实我觉得整个生态环境是做得非常的美好的。第二个呢，我所了解到呢是好像深圳这边有很多公交车已经就转成那种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出行方式。深圳的公园有1000多，垃圾场就变成公园。那我们深圳有几所这样的一个垃圾处理厂，都是在全国成为领先的。据悉，国庆黄金周期间，主办方还将推出各种有趣好玩的艺术创作活动，用手中的画笔、斑斓的颜料和无限的想象力，共同编织应对气候变化、共筑美丽中国的画卷。